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又收到一个观众的通知，跟我说在 C1234 的 KVK 里面发生了一些 drama。那这次的事情呢，也是一样，就是背叛事件啦。那首先，这个玩家就跟我说，他是我的 YouTube 观众之一。还有说到这件事情呢，其实还在发生中，然后在 Flash 的频道那边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对话。那么它这个地图呢，就是4个阵营的地图。他们所玩的这个地图就是11世纪，然后现在你们去看 KVK 的话，最后是由水阵营跟风阵营拿下了黄庭，但是跟写给我这封邮件的观众所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他这封邮件里面是说到风阵营跟土阵营其实是一个盟友，然后火阵营跟水阵营是合作关系。可是为什么最后变成水跟风拿下那个圣城呢？OK，那么他这里有说到风筝林在关卡4还有关卡7的时候是跟水精灵碰面的，但是水精灵是没有办法进入皇庭，有可能是在关卡7那边的时候，他们的关卡被突破了，然后他们没有办法进入皇庭。这个只是我猜测，因为我没有看他们的 KVK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火精灵跟土精灵那时候在交战中，并且是陷入僵局了。可是火阵营是顺利进到了皇庭啊，火阵营就等于说是水阵营的盟友啦。但是因为在皇庭那边的时候，风阵营跟土阵营两个都是在皇庭里面，就变成说火阵营要一个打2个阵营，所以最终火阵营是被锁在皇庭外面了。那么原本事情应该是由风阵营去拿下圣城的，但是后来土阵营突然之间跟火阵营结盟，然后把风阵营给赶走。那风阵营被赶走之后，肯定是怀恨在心啊，肯定是不服嘛。最后他就去找了水阵营一起帮忙打他们。这里还有说到，原本水阵营跟火阵营合作的时候，火阵营没有给一些奖励给水阵营，或许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水阵营最后是跟风阵营决定合作，两个一起攻打土跟火阵营，也就变成说，原本双方的盟友都交换了。首先是由水阵营进入到了皇庭，然后插了旗帜让风阵营进来。在经过了几个小时之后，风跟水阵营成功的夺取了圣城。那他这边大概叙述的东西都已经讲完了，他这里是希望我把这件事情放在 YouTube 那边跟大家讲一下，可能这个 KVK 比较有趣吧，所以他就特意来联络我。OK，那么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去 Flash 的 DC 频道那边看，他这个标题是写 Betrayer C12345，就是这个 KVK 发生内战的事情啦。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也是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看到大家都在打架，你们可以看那个图片，并且他是从这里拿到了数据，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OK，因为 Flash 的它的频道是时常有做这种数据的，其实它的数据也比较值得信任呐、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严格来讲，风阵营的数据确实是最好看的。那么在一开始，我们有讲到，原本风阵营跟土阵营是合作关系，照理来说，土阵营其实也是有机会可以拿到圣城的，因为他们阵亡数量比较多。但是我不确定他们 KVK 里面是以什么方式来沟通。正常来说，我们是根据 DKP 的，以 DKP 来说，风阵营是最高的。那其实火阵营也是有机会，因为他们的 DKP 也是26%，但是因为火阵营跟水阵营是敌人的关系，所以风阵营也不应该让给火阵营。那最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土阵营突然翻脸去跟火阵营合作，然后风阵营要去找水阵营帮忙呢？这个2783是由风阵营那边所分享出来的截图，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截图的人呢，我刚刚去看了一下，其实这个是土阵营，也就是风阵营的盟友，真正的盟友，一开始的盟友啊。OK，他所分享出来的对话，他所写的对话。OK，他说真的没有关系，我们会在拿到了编年史之后，移除掉在圣城的旗帜，这只是一颗星星，没有更多。我真心的希望从中吸取到教训，还有要求移除掉接近火阵营，这个是圣域吗？还是圣殿的一些旗帜，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紧张。每个阵营都必须要做2次步骤9，这个步骤9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不清楚。然后这边就有提到怎样去分奖励之类啊，每个阵营可以拿到2个圣域。
欢迎分享最终的结果。你可以说这个是由34和90那边所说出来的结果，就是说他们这边分奖励的事情啊，是由这两个王国所讲的。那么接着下去，这边3029的 Pony 这个也是来自风阵营的，我们来看一下。那其实看到这个对话的时候还算是比较正常，就是互相恭喜啊。这个红色头像是土阵营，然后这个头像是风阵营。土阵营就有恭喜风阵营他们拿到了星星，还有说到这个不会是他们最后一颗星星，也是祝福他们未来可以拿到更多星星的意思啦。而且这边可以看到，土阵营这边所说的东西还算是比较正常，就有说到什么时候会开放生成，然后有说到奖励是1人1半了。他们土阵营会先拿编年史，最后就交给风阵营，所以这个截图也算是一个证明吧，就证明说土阵营一开始是怎样跟他们交谈的。那么其实我看到这边比较多的玩家都是觉得说风阵营比较值得，因为他们的数据比较高一点，是这一场 KVK 最高的 DKP， 而且土阵营是已经认可了风阵营，但是他们不单只是拿到了首战而已，他们还想打算跟火跟水阵营合作去背叛他们。那这个玩家是来自土阵营啊，他就有说到风阵营做假的数据。他说他扫描到风阵营有2天时间，都是48小时都在击杀跟阵亡，并且他还有一个影片可以证明说3029的农场账号在跟他们的主账号在刷击杀跟阵亡。这个是土阵营那边所提供的数据，但是这个图片真的太小个了。所以我看不到列表里面写什么东西，他只是说他们忘记更换名字了，就是讲他们在刷击杀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更换了名字，但是在列表里面他们忘记更换名字了，就是因为这样子给他抓到把柄，说风阵营他们在刷击杀。而且这边还有邮件证明说土阵营其实他们一开始就已经有承认了要根据 DKP 的数据来分奖励。但是因为后来土阵营怀疑风阵营的数据造假之后，他们就在失落之地那边讲，火阵营跟水阵营应该会感到很开心，他们不用花任何的资源加速就可以直接获得星星了。然后这边说是土阵营那边所提供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数据有一点太夸张了吧？这个数据是土阵营那边的分数，他这边写是用分数来计算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击杀有多少，阵亡有多少，这边全部都有记录下来。然后这个是风阵营的，风阵营的这里数据为什么比他们少1倍呀？这个也太夸张了吧！然后这边是负数，诶，他这个负数是不是表示说，因为他们这边是刷击杀的关系，所以他这个分数完全是不计算的？这样子来计算吗？哇，这样有点夸张了。而且这边倒扣的分数还蛮多，如果你只是计算000的话，还不至于扣那么多分数。就是因为他们这边倒扣的关系，就变成说原本他们这边分数算比较高的都要扣回去了。然后这个风阵营的玩家也是问到了我想要问的问题，为什么土阵营那边所做的2783数据是负数的 DKP？ 告诉我这个是怎样做到的，我也想要知道。在我们看完了一连串全部都是风阵营的对话之后，终于看到土阵营的人跑出来说话了。这边就有说到3029那边的数据有问题，不干净，他的数据，而且是前2天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会离开 KVK， 但是也对到其他的王国感到非常抱歉。他们不应该为这些王国负责。然后3029如果想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话，他们应该知道要怎么样去做。然后后面他就有讲到会提供一些截图还有影片来证明。这边他是跟 Peach Momo 这边有一个对话，就说到这个不是真相，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但是你保持沉默。这里就说到 Flash 的数据是整个 KVK 的数据，可是风阵营不想要整个 KVK 的数据，所以他们只是改成关卡器还有黄庭的数据而已。因为是这个玩家这个土阵营的国王说他们要以这个方式来去计算的，但是发现到在关卡器还有黄庭的数据不是来自同一个时期，风阵营的数据多了2天的 DKP。这个土阵营的国王就说到，没错，在9月5日之前的数据就已经没有了。你知道我所讲的东西全部都是真的。Pony 也是在聊天中承认他们说做的不对，他这个 Pony 就是风阵营的玩家。风阵营那边的数据是多出了2天，
他不想展现这东西，让每个玩家都知道真相，因为这个是对其他王国最大的尊重。他自己什么都不想要。那这个 Peach 嬷嬷就说到，他也没有什么话要讲了，他就祝福这位土精灵的玩家，还说到永远都不会让他睡得安稳，因为你让他们变得肮脏了，让风精灵变得肮脏了。就因为他们的击杀比起土精灵还要多一点，就说的好像是风精灵祈求他们给他们一颗星星，说他们作弊，即使他们没有做。他感到非常失望，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东西了。那这个土精灵的国王还是一直重复强调说：“哦，我很真诚，我不想要那颗星星，我从来都不想要他们，我只是想要真相而已。”然后后面就是他们一些之间的对话，我觉得不是很重要，所以就不讲了。那这个土精灵的国王还是一样强调说，他这边有证据证明说，风精灵他们是打农场账号拿到更多的击杀，还有阵亡。但是 Peach 嬷嬷就说，你一直在讲风精灵的数据不对，可是不管是 Flash 的数据还是风精灵的数据都是一样的，都是讲风精灵的击杀比较多，他们的 DKP 会比较高。可是土精灵的阿若他一直讲到，哦，我们明明说好是扫描关卡器还有黄庭的数据，但是3029他扫描了前2天，也就是9月3号的时候的数据。我告诉过你了，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话，你就应该去重新做过那个数据。为什么你不要？你说没有必要。这个影片就是证明说他们是用自己账号去打自己的小号，但是这个影片其实不是很清楚。这边可以看到是3029的账号来的，他们是把了一个神射手放在农田里面，然后派部队去打这个小号，拿来刷击杀积分。然后后面才开始，这边就开始打了，看到吗？但是这个玩家的战力其实有点低了，才4000多万而已。他们就说这个伪造的数据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伪造的。那部队走回去了，他是用了好几队去打，但是我看到他这边所写的日期是在9月10日，也就是在他们数据做完之后的画面所拍到的，所以这边这个玩家就有讲到9月10日，这个是在他们已经做完数据之后，讲他们没有改名字，就是我们上面看到的那个看不清楚的那个，这边还有说到是9月3号的数据，这个呢？这边是9月5号的数据，但是他们之前的要求就是说要关卡器还有黄庭的数据嘛，他就有说到这2个数据都是在关卡器之前的数据，他们想要关卡器的时候的数据。这边 Flash 最后还是分享了整个 KVK 的数据啊，从关卡4到最后9月9号的数据，风精灵的击杀是最多的，然后阵亡这边就34.3 million，至于土精灵这边，他们的击杀比较少，但是阵亡就稍微比较多一点。总的来说，我们大概是已经理清了事情到底是怎样啦。反正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啦。确实也是给土精灵看到风精灵他们在刷击杀，虽然他录的那个画面是已经结算了他们的数据之后所拍到的画面，虽然那个画面是在之后才拍到，但是也可以怀疑说他们之前可能是真的也是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也说不定。至于土精灵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吧。他们的数据为什么是负数啊？这个就更加不能理解。他一开始就是由土精灵他们去找火精灵来背叛风精灵的，所以才会发生这一连串的事情。而且像 Flash 他自己就有说到了，不可能会出现到数据是负数的问题存在。假设说真的是造假，做出一些假的击杀或者是阵亡的话，其实它的数据应该是增加才对，不会出现负数，除非有大量的玩家同时间移民出去。反正我个人的观点也是这样子啊，因为我自己本人也不在这个 KVK 里面，其实也不能讲什么东西，只能从我这边看到的东西来讲而已。不管怎样，土精灵对于风精灵的数据还是存在怀疑，认为他们的数据都是假的，他们提前做了数据，他们做了假数据，他们的数据跟土精灵的数据扫描的时间不太一样。而且像他们这一场 KVK， 基本上黄庭都已经占领了，都是由水精灵跟风精灵在黄庭里面。所以想要什么反转的话，应该也比较难了。而且他们 KVK 快要结束了。至于各位在看了他们这一场 KVK 之后，觉得怎么样呢？
反正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如果你是当地的玩家，有什么东西想要补充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